奥德利夫人的秘密。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第4章。暴风雨后的平静。罗伯特·奥德利跟着他叔叔走到门厅。此前，他叔叔只说了寥寥数语，却已预示着他希望与爱情的终结。天知道这位年轻的律师曾多么恐惧这一天的到来，而今他终究还是来了。尽管没有绝望的爆发，没有痛苦的漩涡，也没有悲伤的泪雨，但这平静并未给罗伯特带来任何欣慰。他非常清楚，迈克尔·奥德利爵士离开时，他侄子精准地射出的利箭，已深深刺入了他备受折磨的心。他知道，这种奇异而冰冷的平静，不过是一颗因突如其来的痛苦而受伤的心最初表现出的麻木迹象。这痛苦来得如此突然，起初只会让人感到震惊和困惑。他明白，当平静消退，当痛苦渐渐显现，起初微弱，而后习以为常，暴风雨便会以难以言喻的狂暴之势袭来。泪水的暴雨和痛苦的无情雷鸣将会撕裂迈克尔·奥德利爵士宽厚的心。罗伯特曾听说过一些与他叔叔年纪相仿的人，在遭受类似迈克尔·奥德利爵士所经历的那种可怕不幸后，都表现出一种坚忍的平静。他们避开那些试图安慰他们的人，从那种平静中寻求慰藉，结果却突然崩溃，最终死于最初那让他们麻木的一击。他记得有些像他叔叔一样坚强的人，在遭受如此沉重打击的最初时刻，就中风或瘫痪了。罗伯特站在门厅里，犹豫着是否应该陪伴在迈克尔·奥德利爵士身边，寸步不离，以防不测。然而，在他发现自己一直珍视的美好生活不过是一场卑鄙的骗局，而他自己也成了一个冷酷无情、唯利是图之人的牺牲品后，在这样痛苦的时刻，强行陪伴在他身边，真的是明智之举吗？不，罗伯特·奥德利心想，我不会在这痛苦的时刻去打扰他。他一定感到屈辱和极度的悲痛。最好让他独自面对这场战斗。我做了我认为应该做的事，然而，如果他因此永远恨我，我也不该感到意外。最好让他独自面对。我无能为力去减轻这可怕的状况。是的，最好让他独自面对。这位年轻的律师手扶着书房的门站着，犹豫着是该跟着叔叔，还是再次进入那个房间，那个他亲手揭穿了身份的不幸女人所在的房间。这时，艾莉西亚·奥德利打开了餐厅的门，露出了里面橡木镶板的房间和铺着雪白大马士革桌布的大餐桌，桌布上闪耀着水晶和银器的光芒。爸爸会来吃饭吗？艾莉西亚小姐问道。我饿坏了。可怜的汤姆林斯已经被派来3次，提醒我们鱼要凉了。我想现在已经变成鱼尾汤之类的东西了吧？这位年轻女士一边说，一边拿着一份《泰晤士报》走向门厅。她一直在壁炉边看报纸，等着迈克尔·奥德利爵士和奥德利夫人入座。哦，是你，罗伯特·奥德利先生，他漫不经心地说，你当然会和我们一起吃饭。劳驾你去叫我父亲。现在快8点了，我们通常6点吃饭。奥德利先生用相当严厉的语气回答了他的堂妹。他轻浮的态度让他非常恼火。这种莫名的不快让他忘了艾莉西亚小姐对自己眼前早已上演的这出可怕悲剧一无所知。你父亲悲痛欲绝。年轻的律师郑重地宣告。艾莉西亚小姐欢快的脸上掠过一丝痛苦和担忧的神色。艾莉西亚全心全意地爱着她的父亲。悲痛欲绝，她惊呼道：“爸爸，悲痛欲绝！”哦，罗伯特，发生什么事了？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任何事情，艾莉西亚。罗伯特低声回答。说话时，他抓住他的手腕，把他领进了餐厅。他小心地关上身后的门，然后才继续说：“艾莉西亚，我可以信任你吗？”他严肃地问道。“信任我什么？”“在这可怕的时刻，去安慰你可怜的父亲。”“是的。”艾莉西亚激动地说，“你怎么能问我这样的问题？难道你认为我不会尽我所能去安慰我的父亲吗？你认为我不能为了减轻他的痛苦而承受任何事情吗？”他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哦，罗伯特，罗伯特，你对我的评价就这么差？认为我不会安慰我的父亲吗？”他责备道。“不，不，亲爱的。”年轻的律师平静地回答，“我从未怀疑过你的感情，只是担心你不够谨慎。我可以信任你吗？”“当然可以，罗伯特。”艾莉西亚坚定地回答。“很好，亲爱的，我会信任你。你父亲要离开奥德利庄园了，至少暂时是这样。那压垮他的悲痛，记住，是一种完全出乎意料的悲痛，使得这个地方令他生厌。他要走了，但他不应该独自离开。你不觉得吗，艾莉西亚？”“独自离开？不，不，我想奥德利夫人。”“奥德利夫人不会陪他去。”罗伯特严肃地解释道，“他们要分开了。”“暂时分开吗？”“不，永远分开。”“他们要永远分开了！”艾莉西亚惊呼道，“那么，这悲痛与奥德利夫人密切相关。奥德利夫人是你父亲悲痛的根源。”艾莉西亚直到此刻脸色都还很苍白，突然间脸红了。悲痛是奥德利夫人造成的一种会让迈克尔·奥德利爵士和他年轻的妻子永远分开的悲痛。他们从未争吵过，奥德利夫人和她慷慨的丈夫之间总是那么和谐幸福。这悲痛很可能源于某个意外的发现。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与某种耻辱有关的悲痛。罗伯特·奥德利明白了艾莉西亚脸上那抹深红的含义。“你必须陪着你父亲，无论他去哪里。”艾莉西亚。罗伯特说，“你必须时刻安慰他。但是，如果你不去追问他悲伤的缘由，你会更好地帮助他。你对悲伤的细节一无所知，反而能保证你在这方面的审慎。不要对他说任何2年前，在他第2次结婚前你不会说的话。试着表现得和从前一样，就好像隔壁房间的那个女人从未介入你父亲和你的爱之间一样。”“我会的。”艾莉西亚低声说，“我会的。当然，你不应该提起奥德利夫人的名字。如果你父亲很少和你说话，要有耐心。如果有时候你觉得他痛苦的阴影永远不会消失，那就更有耐心。记住，他康复的最大希望，莫过于女儿的奉献能提醒他，尘世间尚有一位女性会永远全心全意地爱他。”“是的，是的，罗伯特，我会记住的，亲爱的堂哥。”奥德利先生自从他还是个年轻学生以来，第一次抓住他堂妹的手臂，亲吻了她的额头。“我亲爱的艾莉西亚，他说，照我说的做，你就会让我高兴。在某种程度上，是我造成了你父亲的痛苦。我希望这痛苦不会是永久的。让我的叔叔重新快乐起来。艾莉西亚，我会比任何兄长爱护妹妹那样更爱你。毕竟，兄妹之情也许是值得的，亲爱的。虽然与可怜的哈里·托尔斯先生那种热烈的爱慕截然不同。”
罗伯特说话的时候，艾莉西亚低着头，脸藏在阴影里。但是当他说完之后，他抬起头，直视着他的眼睛，脸上带着一抹微笑，那微笑和他含泪的眼睛一样闪亮。你是个好人，鲍勃，他说，我以前真是又傻又坏，竟然为了而生你的气。这位年轻女士突然停住了。为什么，亲爱的？奥德利先生问道。因为我是个傻瓜，罗伯特堂哥，艾莉西亚赶紧说道。没关系，鲍勃，我会尽力去做你希望我做的事。如果我亲爱的父亲不能很快克服他的困难，那也不是我的错。如果那样能安慰他，我会陪他到天涯海角。我现在就去准备。你认为爸爸今晚会走吗？是的，亲爱的，我不认为迈克尔·奥德利爵士会再在这个屋檐下过夜了。邮车9点20分出发，艾莉西亚说，如果我们想赶上这趟车，必须在1小时内准备好。出发前我会再见你一面，罗伯特。是的，亲爱的。艾莉西亚小姐跑向她的房间，打算叫她的女仆为这次突如其来的旅行做准备。她还不知道这次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她全心全意地准备去完成罗伯特交给她的任务。她帮忙收拾行李，把丝绸裙子塞进帽盒，把缎子鞋放进衣箱，这让女仆大为不解。她走遍了自己的房间，收拾着绘画用品、乐谱、针线活、梳子、珠宝和香水瓶，就好像她即将远航到一个没有任何现代资源的荒凉国度一样。艾莉西亚一直在想着那件让她父亲痛苦的事情，以及她还不知道的原因。她也在想着罗伯特刚才第一次对她露出的严肃神情和说话的郑重语气。奥德利先生走上楼，来到迈克尔·奥德利爵士的更衣室。他敲了敲门，等待着。天知道他等得多焦急，里面的回应。片刻的停顿，年轻律师的心砰砰直跳，然后从男爵打开了门。罗伯特看到他叔叔的贴身男仆已经开始为这次仓促的旅行做准备了。迈克尔·奥德利爵士走到了走廊里。你还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罗伯特？他低声问道。我只是想知道，我是否能帮上什么忙。您要乘邮车去伦敦吗？是的。您知道您要住在哪里吗？是的，我会住在克拉伦登酒店，那里的人都认识我。这就是你想对我说的全部吗？是的，除了艾莉西亚会陪您去。艾莉西亚，在这种情况下，她不能留在这里，最好让她离开奥德利庄园，直到……是的，是的，我明白。从男爵打断了他的话，但是他不能去别的地方吗？他一定要陪我去吗？他现在找不到别的地方，而且他也不会高兴的。那就让他来吧，迈克尔·奥德利爵士说，那就让他来吧。他说话的语气很奇怪，克制而费力，仿佛开口说话对他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仿佛这些寻常琐事对他来说是一种残酷的折磨，干扰了他的悲伤，甚至比悲伤本身更让他痛苦。很好，亲爱的叔叔，那么一切都准备好了，艾莉西亚会在9点钟准备好出发。很好，很好，从男爵低声说，如果他想去，那就让他陪我去吧。可怜的孩子，让他来吧。当他用这种近乎怜悯的语气谈论他的女儿时，他重重地叹了口气。他想起了因为那个此刻正在书房里的女人，他对他的独生女是多么的冷漠。在您离开之前，我会再来看您一次，先生。
罗伯特说，在那之前再见。等一下，迈克尔·奥德利爵士突然说道，你告诉艾莉西亚了吗？我只告诉她，您打算暂时离开奥德利庄园。做得很好，孩子，明智的决定。从男爵用沙哑的声音低声说道。他伸出手，他的侄子用双手握住他的手，并把他的手送到唇边。哦，先生，我怎么才能原谅我所做的一切？他说，我怎么才能不因为给您带来了这样的痛苦而憎恨自己？不，罗伯特，你做了你应该做的事情。你做了你应该做的事情。我希望上帝能仁慈到今晚就取走我的性命，但是你做了你应该做的事情。迈克尔·奥德利爵士再次走进了更衣室，罗伯特慢慢地回到了门厅。他在那个房间的门口停了下来，房间里是露西，也就是奥德利夫人，也就是海伦·托尔博伊斯，他失踪朋友的妻子。奥德利夫人躺在地板上，就在她先前跪在丈夫脚边，坦白她可怕过往的那个地方。罗伯特无意探究她是失去了知觉，还是痛苦使她无法动弹。他走到门厅，吩咐一个仆人去叫奥德利夫人的女仆。女仆身上缀满了数不清的蝴蝶结。当她看到她的女主人时，显得非常担忧和惊慌。奥德利夫人身体很不舒服，罗伯特说，把她带到他的房间里，确保她今晚不要离开，待在她身边，但是不要和她说话，也不要让她因为激动而说话。米莱迪没有晕倒，她在女仆的帮助下站了起来，她那金色的头发凌乱地垂落，遮住了她象牙般的脖颈和肩膀，她的脸和嘴唇都失去了血色，眼睛里闪着奇怪的光芒。带我离开这里，他说，让我睡觉，我的头很痛，让我睡觉。当他在女仆的陪伴下离开书房的时候，他转过身，看着罗伯特。迈克尔·奥德利爵士走了吗？他问道。没有，他会在半个小时后离开。斯坦宁山那边的火灾中有人丧生吗？没有。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那房子的看管人马克思烧伤得很严重，现在在他母亲家里，情况不太好，但是他会好起来的。我很高兴是这样，我很高兴知道没有人死去。晚安，奥德利先生。明天您能抽出半小时时间见我吗，米莱迪？随时都可以。晚安。晚安。奥德利夫人轻轻靠在女仆的肩上，离开了房间。罗伯特·奥德利独自一人留了下来，心中充满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困惑，让他感到非常痛苦。他坐在壁炉旁，炉火的余烬渐渐熄灭，他不禁惊奇地回想起这座老宅发生的变化。直到他朋友失踪的那一天，这里还曾给许多人带来过殷勤的款待。他就这样独自坐在孤寂的壁炉边沉思，试图决定在这种突如其来的情况下该怎么做。他感到无助，无法做出任何决定，直到马车车轮驶进入口角楼的声音将他从沉思中惊醒。罗伯特打开书房门时，门厅里的钟敲响了9点。艾莉西亚刚在她的贴身女仆，一个脸颊红润的乡下姑娘的陪伴下走下楼梯。再见，罗伯特。艾莉西亚小姐一边说，一边向他伸出手。再见，愿上帝保佑你。你可以相信我，我会照顾好爸爸的。我相信你会的。愿上帝保佑你，亲爱的。那天晚上，罗伯特第2次亲吻了他堂妹的额头，也是第2次，他像兄长般拥抱了她，
与可怜的哈里托尔斯先生那种神魂颠倒的爱慕截然不同。9点05分，迈克尔·奥德利爵士走下楼梯，身后跟着他的贴身男仆。那男仆和他主人一样神情严肃，头发灰白。从男爵脸色苍白，但神情平静镇定。他握了握侄子冰冷的手，但用坚定的声音与他道别。一切都交给你了，罗伯特，他说，同时转过身，准备离开这座他居住了许久的房子。我没有听完故事的结局，但我听到的已经足够多了。天知道，我不想再听到任何消息了。一切都交给你了，我希望你不要太残忍。记住我有多么爱他。在他能说完这句话之前，他的声音变得沙哑了。我会记住您告诉我的所有事情，先生。这位年轻人回答道，我会尽我所能，完成我的任务。他的眼睛突然模糊了，看不见他的叔叔了。过了一会儿，马车已经离开了。罗伯特独自一人坐在书房里，房间里只有一点红色的火星，被灰色的灰烬包围着，几乎没有光亮。他独自一人坐着，思考着他应该做什么，没有忘记要承担起一个邪恶女人的命运所带来的可怕责任。天哪，他想，这无疑是神对我直到去年9月第1周之前所过的无意义、任性生活的惩罚。我相信，赋予我这项可怕的责任，是为了让我谦卑地走进神意，并承认一个人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一个人不能说我要过无忧无虑的生活，远离那些在伟大战斗中奋力拼搏的可怜、迷失的生灵，也不能说当战斗进行时，我要留在帐篷里，嘲笑那些在这场无意的战斗中被踩死的傻瓜。他不能说，也不能做这些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谦卑而敬畏的去完成造物主指派给他的任务。如果他必须参加战斗，那就让他全力以赴吧。但是，如果他在点名时试图躲藏，那他就要倒霉了。如果当战争的号角召唤他加入战斗时，他躲在帐篷里，那他就要倒霉了。一个仆人给书房送来了几支蜡烛，并拨旺了炉火，但是罗伯特·奥德利没有动。他仍然保持着以前在无花果树庭院的房间里常坐的姿势，胳膊肘支在椅子扶手上，下巴抵在手上。然而，当仆人正要离开书房的时候，他抬起了头。我可以从这里给伦敦发一封电报吗？他问道。您可以从布伦特伍德发，先生，但是不能从这里发。奥德利先生若有所思地看了看表。如果您想发信息，先生，可以派一个人去布伦特伍德发。我想发，你能安排一下吗？理查兹。当然可以，先生。那么，你能等我写完吗？可以，先生。仆人从一张桌子上拿来了写字用具，并把它放在了奥德利先生的面前。罗伯特把笔蘸进墨水瓶，在开始写字之前，他凝视着一支蜡烛几秒钟，然后他写下了以下内容：发件人罗伯特·奥德利，埃塞克斯郡奥德利庄园。收件人弗朗西斯·威尔明顿，圣殿区植草楼。亲爱的威尔明顿，如果您认识任何在精神错乱领域有经验，并且知道如何保守秘密的医生，请用电报将他的地址发给我，不胜感激。奥德利先生把文件放进一个结实的信封里，连同一枚索维林金币一起交给了仆人。确保信封是由一个值得信任的人送去的，理查兹，他说，让他等在车站，等候回电。
他应该在1个半小时后收到回复。理查兹先生从小就认识罗伯特·奥德利，他出发去完成他的任务了。但愿我们不要跟着他到舒适的仆人休息室，那里所有人都围坐在明亮的炉火旁，困惑地谈论着当天发生的事件。这些体面人的猜测，没有比这更远离真相的了。他们对书房里发生的神秘事件又能知道些什么呢？在那间被炉火照亮的房间里，一个有罪的女人跪在她主人的脚下，诉说着她罪恶的一生。他们只知道迈克尔·奥德利爵士的贴身男仆告诉他们的关于这次突然旅行的事情。他的主人脸色苍白的吓人，说话的声音很奇怪，听起来不像他自己的声音。如果有人想用一根羽毛把他击倒，那也是轻而易举的事。那些精明的仆人们断定，迈克尔·奥德利爵士从罗伯特先生那里得到了一些消息。他们足够聪明，能把这位年轻人和这场灾难联系起来。这些消息要么是关于某个亲戚或心爱之人的去世。年长的仆人们在努力寻找一个可能的亲戚时，几乎把奥德利家族的成员都数了个遍；要么是关于一场令人担忧的经济危机，或者是某个银行的倒闭，或者某项投机生意失败了，而从男爵把大部分财产都投了进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就是原因，并且似乎带着一种病态的快感进行着这样的猜测，即使这意味着他们自己也将彻底破产。罗伯特坐在壁炉旁，尽管炉火烧得旺旺的，噼啪作响，但壁炉看起来仍然很阴暗。他听着冬日微弱的风声，风在房子周围呜咽，把覆盖墙壁的常春藤吹得沙沙作响。他精疲力尽，因为凌晨2点，木头燃烧的焦糊味和木结构房屋燃烧时尖锐的噼啪声把他惊醒了。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冷静和果断，卢克马克斯先生早就惨死了。罗伯特身上仍然留有昨晚经历危险的痕迹，他的一侧头发被烧焦了，左手因为从酷热中救出城堡客栈的看管人而变得又红又肿。疲劳和激动已经让他精疲力尽，因此他坐在明亮的炉火旁的扶手椅上沉沉睡去，直到理查兹先生带着回电进来时才醒来。电报很短。亲爱的奥德利，很高兴能帮上您的忙。阿尔温·莫斯格雷夫，医学博士，萨维尔街12号，值得信任。就这些。我想明天早上再给布伦特伍德发一个消息。理查兹·奥德利先生一边说，一边叠起电报。我想让信使在早餐时间之前把他送去。我会给他半个索维林金币作为酬劳。理查兹先生点了点头。谢谢您，先生。不用了，先生，但是我会按照您的意愿去做，先生。他低声说，您想让信使什么时候出发？奥德利先生希望他尽快出发，所以他决定让他早上6点出发。我想我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理查兹·罗伯特说。是的，先生。您以前的房间？很好，我马上就去睡觉。给我拿一杯白兰地加热水，然后等我写电报。在第2封电报中，罗伯特请求莫斯格雷夫医生立即赶到奥德利庄园，处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写完电报后，奥德利先生觉得他已经尽力了。他呷了一口白兰地和水。他需要酒精，因为在火灾的那天晚上，他已经湿透了。当他慢慢地喝着那金黄色的液体时，他想起了克拉拉·托尔博伊斯，那个他刚刚为之复仇的人的妹妹，那个他刚刚羞辱了他的毁灭者的人。他知道
城堡客栈发生了火灾吗？在一个像斯坦宁山这样的地方，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但是，他知道他的生命曾处于危险之中，并且他有勇气从火焰中救出一个粗鲁的醉汉吗？恐怕，即使独自坐在孤寂的壁炉旁，身处在这座主人已离去的宅邸屋檐下，罗伯特·奥德利也不够坚强，无法不去想这些事情，也无法不让他的想象力飘向寒冷2月天空下的阴暗冷杉树，飘向那双与他失踪朋友的眼睛极为相似的棕色眼睛。